据环球网军事消息，美国海军第7舰队近期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架 F-35力垂直起降型战斗机于10月23日在东海水域飞行，并进行了空中加油训练工作。这明显是一次针对实战部署目标的训练行动。F-35力垂直起降型战斗机素来有腿短的缺点，这一机型拥有短距起降能力，机动性极强，但是重量增加，因此需要通过空中加油来增加作战惯性和续航能力。资料图：美军战机正在空中加油。美军刻意在东海上空展示 F-35力垂直起降型战斗机的续航能力，明显带有挑衅的意图。F-35B 是专供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的最新武器，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规模位居全球之首，其在役人数将近20万人。海军陆战队远征打击编队可借助大规模的两栖攻击舰群投送到世界各地。美国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都大量使用了海军陆战队，这支独立于海军之外的精锐队伍实质上是美国的霸权工具，经常被用于发动针对其他国家的直接登陆战争。随着西太平洋局势的变化，美国也越来越注重在这一区域部署海军陆战队。2017年，美国就宣布称要在日本佐世宝港部署能够投送陆战队远征军的黄蜂级两栖攻击舰。F-35力垂直起降型战斗机由此获得在西太平洋立足的驻点。美国的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经常在南海和东海水域活动，用于展示其强大的两栖作战能力。此次 F-35力垂直起降型战斗机进入东海训练，很明显也是秀肌肉计划的一部分。资料图：美军两栖舰。但是，美国在东海进行的军事挑衅行动，正好证实了美国才是地区安全形势破坏者的事实。而且，美国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自以为能够吓唬中国。然而，中国不是一般的小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也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安全利益。在今年8月份，美军 B-52战略轰炸机曾经从关岛起飞经宫古海峡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靠近燕园飞行一段时间后返回。中国战机立即起飞进行警戒监视，并做好其他应对处置准备，充分显示出应对威胁的能力和捍卫主权安全的决心。而针对美军飞机在东海和南海等水域的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9月27日也已经做了明确回应。中国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旗号，损害沿海国主权与安全，扰乱地区和平与稳定。中方的回应已经非常准确地体现了立场，美方应当清楚中方底线。美国所谓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只不过是推行霸权战略的遮羞布。美军在南海和东海的挑衅行为不仅没有体现任何意义，而且还造成了地区局势的紧张。现实证明，美国才是航行自由的搅局者。资料图：关岛美军基地。而且，美国这种蛮横无理的举动，事实上损人不利己，对于美国自己也没起到什么好处。如果美国继续这样一意孤行搞事情的话，那么美国的霸权面目还会更进一步为世界所共知。没有哪个国家会认可美国这种在别人家门口搞事情的行为。假如美国还不知收敛的话，今后美国将会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抵制的对象，美国的影响力将会一落千丈，突围肩负时系。近日，据媒体报道，中国正在全力生产歼10C 战斗机。有美国专家对此表示，对于中国来说，歼10C 性能优秀，作战能力全面。中国军方对它的评价可以说是一飞冲天，令人赞不绝口。而作为一种规模量产型战机，歼10C 完全有能力作为中国空军储备量最大的先进战斗机之一，在中国空军的地位完全不逊于最为精锐的歼20战斗机。而有俄国专家表示，比起价格昂贵的歼20，生产工艺已经成熟，数量众多的歼10C
才是中国空军真正的主力，也是美国空军真正的对手。解放军的空军发展起于上世纪50年代，但是受限于工业水平，直到近些年才有了更明显的提高。而这种提高，首当其冲受益的正是解放军这些年来的看家法宝之一的歼负10战机。此前，歼负10A 型战机的改进型号歼负10B 战机已经入役部队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歼负10B 很快停止了继续入役，转而由更加先进的歼负10C 战机代替入役，图为歼负10C。一直以来，歼负10A 战机因为许多原因备受外界质疑，比如说发动机水平不足、挂载弹药重量偏低、无法用于多个方面等。中国根据苏 27战机改进而来的歼负11战机曾经长期压制歼负10战机，这给它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随着歼负10B 的改进，歼负10战机的命运大有不同。而歼负10C 战机在继承了歼负10B 战机的改进的情况下，又做了更多的优化，使得这款原本缺陷很多的战机一下子成为了世界上顶尖的4代半战机。比如说，在发动机方面，歼负10C 战机使用了大名鼎鼎的 AL31F 发动机，动力大大提升，航程、机动性、挂载武器数量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在许多硬指标上有了极大的飞跃，图为歼负10C。而受益于歼负20战机的研制，歼负10C 战机在隐身水平上也有了一定的提升。虽然无法像歼负20那样隐身，但是气动外观的变化能够降低雷达发现的概率，延迟被探测到的时间，这无疑会为它带来更大的先手优势。歼负10C 战机的航电系统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换装有源相控雷达，使得它在面对传统的4代机时有着决定性的优势。而电子战水平的提高，既保证了自己作战水平不会受到敌方太多的影响，又保证了能够在作战中对敌方做出对应的干扰，提高歼负10C 发动攻击的成功率。总的来说，歼负10C 战机虽然受限于歼负10战机的一些先天性的不足，但是在经过了2次大改之后，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世界上顶尖的一款4代战机了。据美国航空周刊网站8月17日报道，近日，美国密苏里州怀特曼基地将派出3架 B-2A 隐形战略轰炸机飞往西太平洋的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替换关岛基地里3架老旧的 B-52H 轰炸机。这3架 B-2A 在飞行途中还会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岛西海姆空军基地稍作停留，最终完成此次替换部署。伴随驻夏威夷火奴鲁鲁岛上的一阵轰鸣声，美军3架隐轰已飞往西太平洋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对此，中国部分专家表示，歼20的对手来了。B-2A 代号为幽灵，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款隐形战略轰炸机，具有航程远、载量大、隐形突防、精确打击4大特点，这也是它的优势所在。因 B-2A 机造较昂贵，单价竟达24亿美元，美国目前只生产了21架。B-2A 的航程可在满油的情况下持续飞行1-2万千米，在空中加油一次能续航6000千米，可连续飞行10小时以上。另外， B-2A 机外形光滑平稳，具有极强的隐身性能，不易反射雷达波，雷达反射截面不到0.1平方米。在武器载荷方面， B-2A 装有2个旋转弹架，能携带16到80枚不同型号的炸弹，包括 AGM-129 型巡航飞弹或 BU-87 型集束炸弹，以及各种普通炸弹。反应灵敏，能准确瞄准16个目标同时发射，威力极大。而反观我国的歼20，代号威龙，单位造价约1亿美元，最大航程达6000千米，雷达反射面积为0.01至0.05平方米，在这一点上与 B-2A 不相上下。另外，歼20可携带6枚飞弹，若要加大带弹量，就得牺牲其隐身能力，主要执行远程的拦截任务，破坏对方的防御战机、巡逻机、预警机等，打开对方的空中防御缺口。
但 B-2A 性能与技术方面确实是领先前列的，但却有一个局限，那就是不仅造价高，其维修费用也很高，竟一次机身清洗费就达10万美元，越珍贵则越不可取。早先就因2个传感器传输了错误的数据，致使一架 B-2 坠毁。若用它来作战，无异于是大材小用，性价比还不如普通引轰机。总而言之， B-2A 的确实是目前最先进的多用途战略轰炸机，但真要拿它用于常规战争，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性价比极低，不可取。美军 F-35B 在东海练空中加油。美军称这2架 F-35B 战斗机来自 VFMA 121中队，该中队在2017年初部署到日本延国基地，是第一个在我国周边城建设部署的美军第5代战机中队。F-35B 是 F-35 3个型号中的短距垂直起降版本，由于安装了2级对转升力风扇、3轴承旋转喷管、滚转控制喷管等，导致自重有所增加，所以航程和作战半径较基本型有所减少。但通过空中加油可以弥补短腿的劣势。美军 F-35B 在东海练空中加油。根据美国军事时报此前报道，9月，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在阿富汗执行了首次作战任务。CNN 说，以色列5月宣布曾使用 F-35进行过第1次战斗任务，但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不过，就在上个月28日，一架 F-35B 型战机在美国坠毁。CNN 报道说 ，F-35B 型战机坠毁事故调查的初步数据显示，油管可能存在缺陷。美国随后要求所有 F-35